满宫都说皇上有隐疾，不喜欢女人，也不喜欢男人，可我偏要抢他，摔倒没用，送汤也没用，宫里4个妃子，谁都没能让他多看一眼，别人绕弯子都没用，那我就不绕了。四妹妹说，抢皇上要趁早。臣妾是白鹿台淑妃，请皇上圣君安。是住在白鹿台的淑妃？对，我是淑妃，不对，臣妾就是白鹿台那个淑妃。请皇上圣公安。我以为自己丢脸丢大了，可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，也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温柔地摸了摸头。皇上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他那天没有回答我。娘娘受累，随宝玉走一趟，皇上想见见你。可3日后不近女色的皇上点名要见我，不是说皇上要见我吗？娘娘先等一等，不必拘束。重旧先生，为什么您对我一点都不凶呢？因为娘娘是个好孩子。圣驾至！皇上回来了。册子上写着你名于灵，今后我便唤你阿灵，可好？不好。那叫什么？小满，你要叫我小满，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名字。好，以后就叫你小满。那我该怎么叫你呢？我叫殷芷。殷芷，那我以后唤你阿芷可好？好。阿芷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喜欢你呢。是真的，你记不记得3年前的冬天，你去过舒为父家里？正元37年的冬天。对，那天你问我为什么不穿鞋，还问我冷不冷。那个孩子是小满。就是我。所以你就进宫了？舒伯父问我想不想做新帝的妃子，我一听新帝是曾经的太子，就答应了。太子人很好，我嫁给他就能吃得饱，穿得暖。你看，果然进宫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挨过饿啦。这宫里并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小满以前经常挨饿吗？也不是，进宫前3个月，他们说我太瘦，便一直喂我吃东西。我抱着肚子不敢喊疼，舒伯母还说我不听话，就把我扔出去做小叫花。怪不得生得这般幼弱。恭喜娘娘，以后您就是贵妃了，这可是咱们宫里头1份儿。难道贵妃比妃多了2个贵子？今天晚上您就能见到皇上了。小满知道今晚我们要做什么吗？小满知道今晚我们要做什么吗？小满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睡觉呀，不是你要我睡在这里的吗？他好像松了一口气。寝殿里没点炭，棉被还有点冷。那你先睡吧。我看着他把帷面轻轻合拢，而后换步走开，大概又去看奏卷了吧。我还是等等他好了。于是我忍着困意等了好久，我都要睡着了，他还是没来。突然帷幔外传来一阵阵压低的咳嗽声，是阿芷在咳嗽吗？他睡在那里做什么？豆蔻明明说过今天晚上殷芷会和我一起睡觉的。被我吵醒了。皇上该喝药了。我想问问阿芷的病好了没，可是现下看着他还在喝药，好像也不用问了。你为什么睡在这上面呀？分明应该和我一起睡的。我怕挤着小满。不会，床上可宽敞了，我们都能在上打滚儿。只是我已然习惯了一个人睡。没事的，多睡几次就习惯啦。他的手怎么这么凉？想起寝殿里头没点炭，他身体又不好，我把手伸进他被窝一探，冷冰冰的，难怪他会咳嗽。这个床一点都不暖和，一点都不。人凉了就会生病，我们一起睡，我可暖和啦。阿芷，娘亲和阿卯都告诉过我，冬天睡觉的时候，只要2个人抱在一起，就不会冷啦。我就知道，天这么冷都还不点炭，看吧，被冻僵了吧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知道好好爱惜身体。唉，他身上冷冰冰的，一丝热气也无，我忍着寒意搂住他。现在暖和了吗？暖和了。阿芷，我有点高兴，虽然只是2日未见，可是阿芷，我还是有点想你呢。谢谢小满的挂念，我很欢喜。我就说我很暖和吧。
英芷的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，她人真好，还哄我睡觉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她怀里沉沉睡去。我以为天亮以后，我还是要回白鹿台。豆蔻，你是来接我回白鹿台的吗？娘娘，咱们不回白鹿台了。皇上说了，以后您就住在和庆殿里，以后每天都能见着皇上。娘娘开不开心啊？我茫然极了，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下意识的点头。那以后每天都能见到阿芷了。天不亮，鲍玉就差人把白鹿台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让奴也跟着来了。既然英芷这样说了，那就住吧。左右豆蔻在呢。我以为英芷会回来的很晚，因为她看起来是那么忙。皇上晚安。鲍玉问安的声音从外头传了进来，我便知道是英芷回来了，赶忙跑出去迎她。阿芷，你回来啦！豆蔻和鲍玉悄悄地离开，整个寝殿只剩下我和他。阿芷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幸好有小满陪着，我才睡得那么好。我就说我很暖和，不能着凉，着凉会生病。好，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就知道嫁给他是一件顶顶好的事。今天的晚食我和英芷一起用的，和庆殿的菜色很简单，英芷的吃相很好看，他还给我夹菜。其实吃到最后我已经吃饱了，可英芷给我夹的菜还剩下不少，我想了想，把它们全吃光了。可这会儿豆蔻不在，不能给我揉肚子，英芷也没有夸我，我有些沮丧。洗漱过后，英芷开始看奏线，我抱着肚子坐在她身边，看着她圈点批入，等啊等，等到灯花都有些昏暗了，才终于等到她放下笔。阿芷，你给我芷夹的菜，你怎么都不夸完我呢？我没有浪费粮食，你可以夸夸我吗？我很喜欢你夸我的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给小满加了太多，还难受吗？确实还有些难受的。要是窦兆在就了，他会轻轻帮我揉肚子，可舒服了。我也可以帮小满揉肚子。既然他愿意帮忙，那就揉吧。英芷很小心地伸出手帮我揉肚子，她的力道不大不小，舒服的我昏昏欲睡。而越困，我脑子就越不灵光。阿芷摸摸我的头，我好喜欢被你摸摸头。英芷没有拒绝，反而将指尖插进我发根，轻轻按压起来。我迷迷糊糊地听她说话。我4岁那年养过一只肖飞猎，它总是藏在芭蕉丛里，喜欢同我亲近。不管我是揉它肚皮，还是伸手摸摸它头，它从来都不会生气，甚至还很欢喜。它和小满真像，连名字都一样。小满，今晚我还和你一起睡，好吗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娘娘可千万不能忘，监督皇上喝药这样重要的事，老胡就交给您了。皇上最不爱喝苦药，好些时候会偷偷倒掉。重秋先生放心，我一定盯着阿芷乖乖喝药。皇上喝完药是行服，书架下头有个八宝钻盒，里面装了好多蜜饯。而后果然在书架下找到了那个攒盒，打开一看，满满一盒子全是蜜饯，以至于英芷每回喝药时，我比她还要更积极。皇上吃1颗，您吃2颗。小满怎么知道攒盒在书架下面？小满怎么知道攒盒在书架下头呢？我心里秉持着这是我与苏中官的秘密，不肯告诉英芷，可又觉得有点心虚，不敢抬头看他。是他自己跑出来的。怎么只给我1颗呢？好小满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收买了？我才没有！我睁大眼睛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他怎么就知道是苏中官给的蜜饯呢？明明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心里懊恼极了，连店扣都不知道呢。我不会告诉书中官计策已经败露，我也会好好喝药。不过以后每回喝完药，你必须要悄悄地多给我1颗蜜饯，作为报酬，你可以吃3颗蜜饯，除了我们，谁也不知道。好吧，被他说服了，我哼哼唧唧的又往袖子里塞了1颗蜜点，心想苏中官让我看着英芷喝药，只要他喝了，那我吃了2颗蜜还是3颗蜜，应该也不是很重要吧。一想到英芷说这是我和她的小秘密，不知怎的，我心里隐隐还觉得有点高兴。阿芷，你真好，我能出去玩一会儿吗？就一会儿。1刻钟。我笑嘻嘻的拉着他去复穷，也绕不过那几句，但还是叫英芷宽泛到了2刻钟。真好，可以去找豆蔻了。虽然上午才见过，可我还是觉得有点想他。袖里的蜜是那么甜，豆蔻一定会喜欢。豆蔻，你快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你闭上眼尝一尝就知道啦。甜的，喜欢，是糖莲子。豆蔻喜不喜欢？喜欢的不得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糖莲子。以后我每天都能有3颗蜜饯，我吃1颗，豆蔻吃1颗，还剩1颗我就偷偷藏在你给我缝的荷包里头攒起来，咱俩以后悄悄的吃。娘娘啊，娘娘在这方面
总是很聪明的。其实也还好嘛，阿芷才聪明呢。要不是他，哪来多出的那颗蜜饯呢？每隔半个月，朝臣们就能休沐一天。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只有在这一天，英芷才能睡一会儿懒觉。平日里经常是我还没醒来，他就已经离开，不像现在，我睁开眼睛后，他还在我身边躺着。阿芷，你和白露台的栀子花一样好看。豆蔻，你像粉芍药一样好看。栀子花和粉芍药，小满觉得哪个更好看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有点难住我了。栀子花和粉芍药，哪个都是我的心头好。可英芷既然这样问，那我就不得不选出一个了。粉芍药，栀子白确实好看，可粉嫩嫩的颜色看着多热闹呀。罢了，吃饱了没有？我仔细感受了一下，说没吃饱，其实也不饿了；说吃饱了，又还能再吃一点。6月搬居，不知春秋。以前没有什么衣裳穿，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我向来是冷了不晓得穿衣，热了不晓得脱，吃饭只感受得到饿，却分不清饱胀。宝玉，机上的可以撤下了。这意思是我已经吃饱了。几个月没出殿，小满都快要闷坏了。我有些没反应过来，但能到花园里头走一走也是极好的。阿芷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豆蔻给我做的，他手巧可巧了。又是豆蔻。笑得像个傻子。梁妃和德妃站在英芷面前，面目柔美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来的。贵妃娘娘，哎，后宫的女人都是会抢皇上的。我意识到他们好像都是来抢皇上的，不行，我也要抢。英芷有些诧异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又分明觉得她有些高兴，反正比早上的时候高兴。怎么了？不得劲儿。回和庆殿。贵妃好久没有去我那里坐坐了，等几日空闲了，可一定要来。是啊，也来妹妹宫里坐坐。我一头雾水，我和他们也就见过寥寥几次面，平常他们来我从来不找他们。再说了，现在还有英芷陪我玩，我一点都不想他们那坐坐，我不想去。不想去便不去。御花园里没精打采，但一回到和庆殿，我就变得生龙活虎。刚准备告诉英芷自己想要继续踢毽子，既然不累，就陪着我写字吧。陪着英芷写字，最大的用处便是叫我明白了，自己真正是不学无术。他好心教我写字，这个转折要藏风，我却因为他的声音太柔和，躺在他怀里睡了个天昏地暗。醒来时鼻尖萦绕着浓浓的饭香，迟钝如我，竟也难得地感到了些许羞愧。于是午时，我坚决不肯抬头看英芷，只顾着埋头刨饭。吃得差不多了，他就让我放下筷子，免得腹痛。他的脾气怎么就这么好呢？来，咱们继续。仍旧像上午那般教我写字。我规规矩地站在英芷身前，他帮我捏住笔，而后手把手地教我。说实话，他对我的要求真是极低。也不是要小满考个状元，学完一本千字文便极好。好了，先来写一写小满的名字，写完了小满的，再写我的。御花园里那两位妃子，阿芷，你不要喜欢别人，你只喜欢我好不好？说罢又觉得不太准确，毕竟宫里有那么多人，就连我都还有豆蔻要喜欢，这样对他最喜欢我，好不好？那么，小满最喜欢谁呢？我最喜欢谁？脑海中浮现出豆蔻，而后又是英芷，但紧接着一张凶巴巴的小脸跳了出来。他说我笨，却不许别人这么说，大概是因为他老是惦记着我有没有吃饱。于我来说，那半个馒头要比桂花糕更加珍贵。我最喜欢四妹妹。为什么小满最喜欢她？四妹妹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所以小满最喜欢的人并不是我。小满，这不公平。如果小满最喜欢人不是我，那么我最喜欢的人也不会是小满。我看着她冷淡的脸，心想着完了，四妹妹要我抢皇上，我没抢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突然就觉得很委屈。或许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英芷微笑点头的样子，现在她说不会喜欢我，我心里的难过便铺天盖地的。但是我不会哭的，因为四妹妹说掉眼泪就是没出息，即便英芷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哭的。哭什么呢？我没哭。不是最喜欢你便要哭，
你也不是最喜欢我，我是不是也该哭一哭？好了，不难过了，这样好不好？等小满会写我们的名字了，我就最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不会写。没关系，我来教小满，好不好？殷芷说，等我会写我和他的名字了，他就最喜欢我。所以此后我一有时间便会在书房练字，但我实在是不够聪明，来来回回4个学了好久，还是有些记不清笔画，心里免不得懊恼。再过5日便是娘娘的生辰了，奴给娘娘做了新衣裳，就当是奴为娘娘准备的生辰礼物吧。上一次过生辰还是在白鹿台的时候，豆蔻给我做了特别好吃的梨膏糖。这一次在和庆宫过生辰，殷芷会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没有告诉殷芷我的生辰快到了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就直接告诉她，甚至问她要礼物了也说不定。离我生辰还有2日的时候，许久无见的苏中官带着一箱子玩具回来了。紧接着，往日里深居简出吃斋念佛的贤妃突然就打开了店门。豆蔻说过，贤妃是殷芷的表妹，自然是要亲近些，我明白的。皇上去了贤妃娘娘宫中，可是听见殷芷去贤妃那里，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，好像有点生气，还有点失落，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感受，我说不清楚。本来不想和他说话的，我心里还生着气呢。皇上万安。可他一脸泪意，还朝着我微笑，我便心软了。这天晚上殷芷把我抱得很紧，我却没有睡着，这就导致了第2天我一整日都是晕乎乎的。我知道自己不聪明，只好在纸上不断重复着殷芷教我写的那4个字：贵妃娘娘，皇上派奴才传话，今夜政务繁忙，要晚些回来，请娘娘先歇下。我有些沮丧，可又实在困得不成样子，心想明日白天拿给他看也是一样的，便先歇下了。我最喜欢小满了。这个梦太过逼真，以至于我醒来时发现只是梦，心里还有些失落。看着大亮的天光，我心里懊恼极了，一定是我睡得太沉，他走了都没有发现。昨夜皇上一整夜未回殿，我听说是宿在了贤妃娘娘那里。我脑海里一阵轰鸣，殷芷她昨夜没有回来，她和贤妃在一起。这一刻，我清晰地意识到，原本可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。殷芷骗我，即便我把写好的字拿给她看，她也不会喜欢我的。不好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！晋升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娘娘背后嚼舌头？奴婢知错，娘娘恕罪。豆蔻，不哭不哭，娘娘不哭，豆蔻在呢。我憋回眼泪，心里一阵阵的委屈。娘娘，皇上还没回来，就是要回白鹿台。豆蔻，我不要住在和庆殿了，我不开心。为什么不开心？怎么不穿鞋？小满，我实在没出息，就听了这一句话，眼泪便瞬间充盈了整个眼眶。小满，你听我解释。骗子，你骗我！我不要喜欢你了。做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，小满，这对我不公平。我看见小满的字了，写得很好。我也知道这些天小满学字很认真，我说话算数。从今以后，我最喜欢小满，好不好？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觉得更委屈了。殷芷都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，过了今晚我就19岁了。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好骗吗？昨天说才算数，今天说不算数。不算数吗？若我说，其实昨夜我并未和贤妃在一起呢，算不算数？若我又说，以后只喜欢小满呢，算不算数？殷芷说她昨夜没有和贤妃在一起，殷芷又说以后只喜欢我。我低头想了想，这2句话的意思拼在一起，大概就是以前他喜欢我，以后他只喜欢我。这话听着实在叫人割舍不下，那便算数吧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小满不必最喜欢我，但要一直喜欢我，好不好？我会一直喜欢阿芷。生辰礼物喜不喜欢？小满，
要长命百岁啊。生辰那天以后，我和英芷之间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那一晚，他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。小满还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有人陪我玩，一直陪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没有再说别的话，只一直陪着我。我闭上眼睛时，总觉得自己像坐在御花园的秋千上。他一直低声叫我的名字，小满，我脑子晕晕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回答。第二日醒来，我还没说什么，英芷的脸就鲜红了，眼神竟还有着躲闪。我先去前殿。这是因为英芷害羞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害羞的。每每回想起之前，我还像个坏女人一样误会过他和英芷，我心里就羞愧得不得了。没关系，但是佳宁很大度，不仅不怪我，还愿意带着我一起玩。我才发现，贤妃娘娘深居简出、吃斋念佛这些俗话，统统都是诓人的。哇！佳宁一点都不喜欢菩萨，佳宁只喜欢菩萨的供果。佳宁乖，吃了糖精子不苦苦。拍背做什么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喝药都还要人哄着。可是你明明很喜欢啊！昨天我听话没哄你，你脸上的表情分明就是不开心。还要不要听故事了？要的要的。在宫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想喝药我就倒掉，谁也管不了我。反正宫外就是好，除了唐明陵。怎么又提他了？呸呸呸！真晦气！我很贴心的不问他唐明渊怎么了。佳宁出宫是因为喜欢他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是因为发现他配不上他的喜欢。想不想知道怎样才能同表兄和好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先这样，然后那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什么了？你又教了小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什么叫乱七八糟？明明是很有趣的东西。你不信问问小满。阿芷最好，我最舍不得阿芷不高兴。回和亲殿。佳宁说，只要认真告诉一个人他有多重要，就很容易和好了。老臣参见皇上、贵妃娘娘。不怕不怕，小满不怕。这是太医院的李御医，是个很好很好的人。娘娘，老臣会一样戏法，让人变聪明。真的，李御医，我也想变聪明。娘娘头疼过没有？睡觉好不好？头不疼，睡得也很好。小满记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没有？我回想起从小到大，自己好像一直都很健康，除了娘说我摔过一跤，我摔坏了脑袋，变成了笨蛋，所以娘亲不喜欢我了。那日李御医并没有把我变得聪明，后来他和英芷说了什么，我也不得而知。英芷不肯让我听，哄了我出去。阿芷，我茫然极了，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。英芷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地抱着我，而后松开，他拉着我进了前殿。他看起来实在奇怪，虽然仍旧如同往常一般好脾气，可眼神却带着我不认识的情绪。入宫前，小满，我在做什么呢？我想了想，突然发觉入宫前的自己好像每一天都过得一样。从有记忆起，我就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，破破的窗，疲惫的娘亲，以及永远也浆洗不完的衣裳。吃的东西不多，时时会挨饿。每天晚上，娘会缩在床上咳得撕心裂肺，我睡在她旁边，想亲近她又觉得很害怕。那时候我总是想，要是我像四妹妹一样聪明，娘亲会不会喜欢我一点？变聪明了，她就会朝我笑一笑。可我仍然是一个笨小孩，娘亲也没有朝我笑一笑。娘亲不理我，她的脸冷冷的，硬硬的，眉目间泛着一股灰青色。冷风将我吹得清醒了，我缓慢地思考了一下，将身上的薄被替娘亲盖上，心想等娘亲变得暖和了，就会醒过来了吧。可我的手都变冷了，娘亲却仍旧不暖和。
娘，我喊了她半天，可她还是不理我。我想娘亲应该是太累了，想歇一歇。娘歇歇，小满乖，小满不吵。坐在椅子上，我呆呆地看着冷硬的地面，想着今天四校妹会不会来，但四校妹没有来。我坐了一天，娘睡了一天。家里的水缸太高，水又太浅，我看得见却喝不着。幸好傍晚时外面下起了雨。喝完水，我终于不渴了。我用湿漉漉的袖子想给娘亲擦擦脸，可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仍旧又冷又饿。娘亲还没醒，我实在太冷，便慢慢地钻进了她的怀里。饿着饿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抱着她睡着了。这天晚上，娘亲没有咳嗽，她只是一直睡，不肯醒过来。我之前看见小蚂蚁在搬土，又实在太饿，心想小蚂蚁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其实我不会把土吃进肚子里的，因为它真的很难吃，又苦又涩。小满，你嘴巴里是什么？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叫你乱吃，为什么要吃泥巴？慢一点，你娘亲呢？在睡觉呢。你就待在这里，别动，我去喊人。一群人来到院子，将娘亲抬走。现在我们都是没娘的孩子。他们说娘亲死了，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可是你在哭，四妹妹为什么要哭？小傻子。哦，原来是高兴呀。四妹妹说人死了就能过上好日子，这是好事呢。四妹妹最聪明了，只要是她说的，就一定是真的。所以后来树伯父派来照看我的阿老也像娘亲一样睡着，怎么也喊不醒时，我便知道他也过好日子去了。后面我就成了阿芷的贵妃，住进和庆殿啦。我知道小满过得很辛苦，但我不知道小满过得这么辛苦。不辛苦啊，我有娘亲，有四妹妹，有阿老，后来又有了你和豆蔻，就更不辛苦了。从前的生活是有些艰难，但我确实算不得辛苦，辛苦的都是我周边的人。阿芷，你要是见到四妹妹，就告诉她我有乖乖听话，也没有想她，真的没有想她。我见过她，她现在过得很好。真的，四妹妹过得好，我就好，你千万不能忘了帮我说。好，我一定转告。日子平淡安稳的过，但好像又有了一些不同。殷芷又叫李御医帮我看了一次病。皇上，娘娘有喜了！恭喜皇上，恭喜贵妃娘娘！苏中官分发赏赐，老奴遵旨。阿芷，有喜是什么意思？小满要做娘亲了。做娘亲？是我要做娘亲了吗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这样的人也能做娘亲吗？怎么不能？别担心，小满做了娘亲，只需要陪她玩。可在我的记忆里，娘亲是在做饭洗衣，而不是陪我玩。小满不怕，一切有我这个爹爹呢。3个月时间眨眼间过去，我终于可以去找佳宁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何这样做，但肯定是为我好。小满来了。佳宁，你也要当娘亲了吗？是啊，真是烦死了，天天都想睡觉，又不能不要。佳宁，小娃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呀？这个嘛，佳宁，好佳宁，你就告诉我嘛。好了，小满别摇了，我告诉你，是从你脚心钻出来的。既然佳宁这样说，我回去后便问了殷芷。阿芷，佳宁说小娃娃会从脚心钻出来，是真的吗？佳宁说的对，小娃娃确实是从脚心钻出来的。等到来年3月，小满就能看见他了。既然殷芷也是这样说的，看来佳宁不是在捉弄我。整个秋天，我几乎全都待在和庆殿里头。殷芷每天批完奏乐后，便会开始教我念千字文，虽然我老是学了就忘。天地玄黄，但他从来没有重奏责过什么，反而更耐心地继续教我。今天带小满出宫去，开不开心？听得出来，他现在的心情很是愉快。当然，我也一样。
阿芷，我们要去做什么啊？我们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他进来，你在外面等。原来殷芷出宫是带我看病的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蹲在石阶上等他出来。阿芷，你怎么了呀？傻小满，不是说过叫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吗？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殷芷也没有解释，她只是带我下了山。阿芷，你的头发白了。小满的头发也白了。天儿这么冷，来接我做甚？还带着小满呢？摊主，你们的孩子也叫小满吗？来，告诉小夫人，咱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满。他的生辰也是小满吗？不是的，小夫人，我儿虽叫小满，生辰却不是小满。算命先生说小得盈满，我和夫君不敢贪心，不求我们的孩子大富大贵，只求他这一生能有小小的圆满。小小的圆满。娘的小满，菩萨，你行行好，给他一个小小的圆满吧。活下去，小满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阿芷，我想起来了，其实娘亲是喜欢我的，如果她不喜欢我，就不会在离开的那天晚上抱着我一遍又一遍的许愿，希望我这一生能有小小的圆满。可是我太害怕了，我忘记了她的这些好，只记得那些咳嗽和巴掌，我怎么能忘记了她的好？娘亲一直都是喜欢我的呀。四妹妹说娘亲过好日子去了，可是怎么办啊，四妹妹，我想她了。这天晚上回去以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了小时候的殷芷，她朝我招招手，我便从宽大的芭蕉叶下头爬出来，去舔她手里甜甜的糕点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本想告诉殷芷这个梦的，可不知怎么了，我刚拉住她的手，就忘记了自己要说些什么话。我的记性怎么变得这么差了？没关系，等小满想起来了再告诉我好不好？那也只好如此了，谁叫我的记性这么糟糕呢？时间过得好快，眨眼间就来到了除夕。前一年的除夕，我也是在和庆幸殿里头过的，但殷芷却在和大臣们议事。今年的除夕，殷芷带着我看烟花。小满，你会有很美满的一生，无病无灾，子孙满堂。我以为他是在许愿，礼尚往来，我也捡了他的话，学着许了一个愿望：阿芷一定要长命百岁啊！此生也算共白头。阿芷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小满也会长命百岁。我们都要长百岁。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，热热闹闹的过了正月，又平平淡淡的过了卯月。3月的第一天，我的扁圆枕头已经鼓得不再鼓了。好久没有看见佳宁了，或许是我的嘴开了光，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佳宁。宫里似乎是出了什么事。豆蔻，收拾东西，送娘娘去白鹿台。是。等我。我乖乖的跟着鲍玉豆蔻拴着我的圆枕头往白鹿台走。娘娘，白鹿台快到了。佳宁，我想你了，那可真不好意思。你不来找我，我吃吃喝喝睡得可香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身体就好。这些天我也睡得不错呢。小傻子，小傻子，这句话听起来好耳熟，就像四妹妹似的。佳宁，你再骂我几句小傻子好不好？你好烦啊！佳宁这句也好像呀，像我妹妹。什么妹妹？我比你大，快叫一声姐姐，我听听顺不顺眼儿。3月初3这天晚上，佳宁突然喊肚子痛，工人们早有准备，却仍旧忙作一团。很快，佳宁被带进了房间里，豆蔻把我带进另外一个房间，告诉我和佳宁要生小娃娃了。可是我都没有肚子痛，佳宁说她肚子痛，我却还没有什么感觉呢。娘娘乖，每个人生小娃娃都不一样的，兴许您运气好，所以才没有肚子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便乖乖在床上躺着，
豆蔻为我喝了一碗热糖水。等娘娘醒过来，就能看见小娃娃啦。她的声音太柔和，围绕在我耳边，叫人困倦的不行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沉沉睡去。这一夜换来了一个新的开始。阿芷，阿芷，小娃娃呢？娘娘包裹她的布料和原枕头一模一样，果然是我的小孩。可是她好小啊，我都不敢抱。别怕，小满给她取个乳名好不好？我有些犹豫，取名好难的。她有圆圆的脸蛋，还有圆圆的嘴巴，我心里霎时有了一个名字，就叫她圆圆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满取什么都好。小满要做皇后了，开不开心？我很开心。那我也开心。可是阿芷，佳宁呢？我都没有看见佳宁，她去哪里了呢？佳宁出宫了，但她有话要告诉你。什么话呀？佳宁走得这样急，她还没教我骑马呢。我有些舍不得，但还是为她高兴。佳宁说：“小满，我去过好日子了。”死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，小傻子。圆圆长得好快，好像昨天我都还趴在摇篮边看她，今天睁开眼，她就已经站在我面前。娘亲，我和她一起学千文经文，分明我比她要早学好久，她就已经学到了后头。而当我终于学到她的进度，圆圆已经11岁了。圆圆11岁，早已开始看更难的书。每个人学习的速度不一样，圆圆学得快，说明我的小孩天资聪颖，你该高兴呢。圆圆聪明，我当然高兴。只是我总觉得她哪里都好，却有个笨娘亲，这实在太给她丢脸。原本这些话我只告诉了英芷，可后来却被圆圆知道了。她说我老是胡思乱想。娘亲既有时间胡思乱想，不如每日多写3张大字。英芷想了想，1张。罚写的第1天，圆圆来看我。可是我既不如少师夫人那般有文采，也不像尚书夫人一样贤惠持家。圆圆，我一点都不如别的娘亲厉害。少师夫人会如你这般陪我吗？尚书夫人会像你一样崇拜挺爱我吗？别人的娘亲再厉害，在我眼里都不如你。我只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她更好的小孩了。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，刚想说圆圆你真好。好了，这些写的不好的地方都要改。可不可以等你爹爹回来再改？可以啊，我今天会留下来。就算爹爹回来了，娘亲也还是得自己改。等到英芷回来，我已经改好了2张大字。小满今日写得很好，比昨日又进步了。如今跟在英芷身边的是鲍玉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鲍玉是苏中官的义子，也跟着姓苏。苏中官是2年前离开的，走之前他把这个簪盒送给了我。英芷带我去看过他。皇上和娘娘都是好孩子。重就先生要快些好起来。你不在的这些日，我和圆圆都有点想你呢。可是娘娘老奴想家了，等以后有空了，老奴再回来看您，好不好？好吧。走之前，他把那个簪盒送给了我。小满别担心，重就先生累了许多年，如今终于能歇一歇了，这是好事，所以不必痛哭。可是阿芷，你的眼睛湿了。傻小满，我这是高兴呢。我30岁了，今晚月亮真好看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会如同今天一般过完我40岁的生辰，50岁的生辰，直到100岁最后一个生辰，我和英芷就会手拉着手到另一个地方过好日子去。豆豆说，等我也去过好日子了，就能和娘亲团聚了。娘亲，生辰安科，长命100岁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不会见到娘亲？会不会见到阿老和四妹妹，还有佳宁？她说过的要教我骑马，还算不算数？苏中官的攒盒我保护得很好，他晓得了一定会夸我的吧？阿芷，等去了好日子，我真的能见到他们吗？以后就知道了。我想起17年前，他给我披上狐裘。冷不冷？怎么不穿鞋？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后来会成为英芷的妃子。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这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事。在这14年里，
我也终于明白了喜欢的不同。譬如四妹妹同豆蔻，豆蔻同茵芷，我对她们并不是一样的喜欢，只是到底是哪些不同的喜欢，我却还是不大明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和茵芷还会在一起很久很久。她那样聪明，一定能教会我的。我是如此坚定，但这坚定只持续到我33岁这年。那个道士来了。我知道茵芷的身体不好，但是我不知道她的身体竟然这样不好。从前每回她喝药，我问她疼不疼，她都说不疼。小满，我好疼啊！茵芷说她好疼，可我却毫无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一日一日的衰败下去，就这么挨到了冬至。这天早上，茵芷醒得很早。小满，醒一醒。她替我穿衣，替我梳头，替我画眉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抱着我，亲了又亲。阿芷，今天你不去上朝好不好？我是皇帝啊，小满，皇帝怎么能不上朝呢？可我高估了自己，我根本等不到他下朝。下午写完乱糟糟的5张大字后，我再也坐不住，我要去找阿芷。娘娘，或许是我动作太突然，豆蔻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我就跑出了和庆殿。我现在满心只想快快见到阿芷，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一路上也没有人拦我，可到了紫宸殿，我仍然没有见到想见的人。拦住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茵芷。紫宸殿的大门从里面被锁上，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。阿芷，你开门好不好？我害怕。话还没说完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好没用啊，阿芷，就只会哭，一口气都不给你争。阿芷，你开门啊！娘亲莫哭，爹爹，开门吧，让娘亲看你一眼就一眼。紫萱殿里头终于有了回应，但传来的却是圆圆微微哽咽的声音。圆圆，后面的话渐渐隐没，圆圆在哭。阿芷，小满，他仅仅只是说了2个字，我心里的难过便铺天盖地。阿芷，我害怕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我想见你，你出来好不好？我害怕。小满乖，你听我说。他的声音一如往常温柔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。我收到的，我生病了。别怕，这病能治好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是啊，茵芷从来没有骗过我的。道长带我去治病，等病好了我就回来。那你多久才能回来？我想你了怎么办？等小满背完千字文我就回来了。好，我一定认真背书，你也要快些回来。好，小满，背一背千字文的开头，我之前教过你的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恣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秋收冬藏，我有些慌，怎么也想不起后面一句，可明明之前是背得出来的啊。下意识的我开始求助茵芷。阿芷，后面是什么来着？阿芷，后面一句是什么啊？我记不得了，你说说话，我害怕。润于成岁，律律调养，是这一句。娘亲，您可千万要记得。润于成岁，律律调养，娘亲千万要记得。茵芷走后，我搬进了康寿宫。圆圆来了，她总怕茵芷离开后我会觉得寂寞，于是一有时间便会来看我。可是后来她越来越忙，做皇帝是件很辛苦的事情。但圆圆今年才刚满15，我看着
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呢。我很想帮他，却无能为力，这实在令人沮丧。只要娘娘健康平安，皇上没有后顾之忧，便会轻松许多。娘亲要认真些，千字文早些背完，爹爹就早些回来。我一定认真背。以前我学千字文，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可现在我每天都有花时间背千字文呢。虽然总是背了又忘，忘了又背，但我仍旧觉得自己一定很快就能背完。我35岁生辰时，圆圆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见我。娘亲，给这孩子取个乳名吧，叫着顺口些。就叫他香奴，好不好？好，娘亲取什么都好。我有一本秘密的小册子，上面记录的都是叫我觉得开心的事情。圆圆生了一个孩子，等阿芷回来了，我就拿给他看，他也一定会高兴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不在的日子里，我也有乖乖听话。我还要告诉他，圆圆很擅长做爹爹。黄奶奶最好看。没关系，他们也喜欢我就好。唯一不好的地方，便是我背书的时间少了许多。可当我看见孩子们的笑脸，便也觉得没甚关系了。每一个都像极了小时候的圆圆。圆圆生了好多孩子，我看着他们慢慢长大，变成清俊的少年，变成美丽的少女，而后长成一个个小大人，真好啊！这样鲜活年轻，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却已经老了。镜子里的头发早已不再是浓浓的乌色，眼角也悄悄爬上了许多皱纹，就连手背也开始变得干枯了。这书上的字怎么印得越来越模糊了？下回得叫鲍玉再给我拿一本新的来。可是我也很久没有见鲍玉了，或许是我53岁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圆圆已经很久都没有来看我了。皇上最近很忙，等他有空了，自然会来看娘娘。圆圆好忙，我有点想她，叫你不来看我，要爹爹告状。1下2下3下，我慢共撞了27下，不多不少，和殷芷离开那天晚上的钟声一模一样。圆圆，黄奶奶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爹爹，是香奴啊！瞧黄奶奶这记性，你好久没来看黄奶奶啦。你喜欢的茯苓糕，黄奶奶天天都给你留着呢。黄奶奶，香奴不饿。什么话呀？黄奶奶，爹爹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叫我来告诉您一声，让您别担心，他很快就回来。等病好了，我就回来。1个2个怎么都这样？他爹爹不让认一眼，他也不肯让我看一眼。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？说了，爹爹说等您背完了千字文，他就回来了。这孩子跟他爹爹真是一模一样。你帮我告诉他一声，就说娘亲晓得了，一定会认真拜书的。黄奶奶，香奴还有事，下回再来看您。这孩子急匆匆的，万一摔着了怎么办？娘娘，夜深了，早些歇息吧。也对，这么晚了，是该歇息了。少师夫人会如你这般陪我吗？尚书夫人会像你一样崇拜、疼爱我吗？圆圆，别人的娘亲再厉害，在我眼里都不如你。圆圆，你在哪里？别藏起来，娘亲真的找不到你。娘娘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豆蔻，我刚刚听见圆圆声音了。娘娘一定是背书背得太累了，明天奴去请宋御医给您瞧瞧，再开些食补的摊子。豆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憔悴了？突然便有些愧疚，真是我听错了。豆蔻，你快去睡觉，不睡觉会生病的。奴送娘娘回榻上。你先睡，你先睡。我睡不着，坐一会儿。靠坐在椅子上，我看着桌子上的千字文发呆，想不起背过的书，满脑子只是圆圆。在我眼里都不如你。她小小幽冥又孝顺，这竟是我唯一亲手做过的东西。当年我爱趴在摇篮边看着她睡觉，看着看着自己也总会不小心睡着。她刚出生时脸蛋圆圆，嘴巴也圆圆，我便对殷芷说她的名字就叫圆圆。后来我会写的名字，第3个是圆圆，第4个是姻缘，但无论第3个还是第4个，他们都属于我的小孩，陪了我35年，却在今夜离开的小孩。屋子里空荡荡，屋子外月圆圆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我轻轻的呢喃。
我的小孩儿最厉害。圆圆生的小孩有点多，她的小孩们长大后生的小孩加起来就更多了。我从黄奶奶变成了太奶奶，看着这些小孩慢慢长大，同时自己却在慢慢变老，这实在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。当然，变老的不只是我，还有豆蔻。可她在我眼中，好像与当年那个温柔美丽的大姐姐并没有任何不同。我开始分不清他们和他们的爹娘。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小孩们不来我这里玩了，周边变得冷冷清清，没人叫我太奶奶，我总觉得寂寞。后来我才晓得，香奴看我年纪大了，怕这些小孩冲撞了我，于是叫他们的爹娘居住了这些皮娃娃。我可生气了，他们不来，谁陪我玩？香奴也真是的，都不问问我就做决定，我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。刚想拄着拐杖去找他算账，豆蔻就从外头回来了。豆蔻，你知不知道香奴他……咦，来，叫太奶奶。太奶奶，好吧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，忘记了找香奴算账。她看起来好可爱，又好真好呀。76岁这年，我得了个小乖乖。小乖乖没有名字，刚出生，爹爹就为国战死了。不久后，娘亲改嫁，从小他就被亲戚们粗视的踢来踢去，最后送进了幼慈园。5、6岁的小人儿，怎么就要吃这么多的苦楚？豆蔻就叫长心，意为长久的欢心。欣欣第一天去学堂，我想要哄她高兴，便特意去接她放课，顺便也替她撑一撑腰。毕竟欣欣性子软，万一被那些调皮蛋欺负了怎么办？或许是之前等得有点久，吹了些冷风，我很不幸的受了寒。其实也不严重，可欣欣却开始闷闷不乐。我安慰她许久，可小孩眼里仍旧满是懊恼和愧疚。可我却答应了下来。我晓得她是不想我为她生病。好，太奶奶答应欣欣。明明欣欣什么都没说，我却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。这大概便是祖先阿尺说过的缘分吧。香奴不疼黄奶奶了，先是欺负黄奶奶，又欺负我的欣欣。不哭，黄奶奶，瞧您说的，香奴哪里敢欺负您？这罪名孙儿怎么担得起？哼，你就是欺负了！你不让小孩们陪黄奶奶玩，我要给你黄爷爷和爹爹告状。可怜我的欣欣，小年纪吃了那么多苦，都怪我这个太奶奶老了不中用了，护不住她。黄奶奶，您再哭下去，爹爹该托梦骂我了。只要您不哭，要什么香奴都给。银琛呢？赶快让他给朕滚过来！愣着作甚，还不快些！把欺负欣欣的冒失鬼教训了一顿后，我毫不客气地要了许多补偿。欣欣应该是在宫门口等了我好久，小脸都冷僵了，而后扬眉吐气地回了康寿宫。太奶奶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哪里就得您这般费心？才不是呢，欣欣受了委屈就是天大的事。我只管给她擦眼泪，并不劝她别哭。小孩从前肯定受过许多委屈，哭一哭是好事呢。我的欣欣以后就是小郡主了，以后谁还敢欺负你？太奶奶的拐杖可不依。太奶奶，您怎么这么好？怎么能这么好？因为欣欣好呀。太奶奶喜欢欣欣，很喜欢。欣欣也喜欢太奶奶，我喜欢的欣欣也喜欢我，这可真是好巧又好妙。欣在我和豆蔻的疼爱下慢慢长大，出落成了一个美丽温婉的小少女。许是有了阴影，她每回一看见阴身就躲。欣儿，我喜欢你，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是。可我不知道怎么说，见你不理我，还鬼迷心窍的欺负你。你打我吧，打我！要是这样能叫你不讨厌我。欣欣脸红了。欣欣想好了吗？阴琛他不会坏的。太奶奶，虽然小时候他总是捉弄我，却也护着我，不许别的人来欺负。哼，这人就是个棒槌。虽说是个棒槌，倒也是个好棒槌。最重要的，欣欣也喜欢这个棒槌。太奶奶，阴琛的动作很快。欣欣16岁的生辰一过，他便求了香奴的圣旨。我们替欣欣备下64台嫁妆，里头什么都有。我却还是嫌少，本想再添几箱。娘娘，不能再多了，
再多就不合规范了。大不了等欣欣嫁过去了，我再把好东西悄悄塞给她，也是一样的。咱们康寿宫嫁出去的小姑娘，若是愁没钱花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娘娘聪明，奴和你想到一处去了。我就知道她也心疼欣欣呢。不嫁了，欣欣不嫁了，欣欣要陪着太奶奶。姑娘总是这么懂事做什么？今天是个好时日，可不能一直哭鼻子。太奶奶有豆蔻陪着，只要欣欣过得好，太奶奶就好。我努力憋住眼泪，今天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。吉时已到，欣欣终究是离开了。康寿宫又一次变得空空荡荡，只是幸好还有豆蔻，日子倒也挨得下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喜欢晒太阳，暖洋洋的光照在身上脸上，叫人舒服的昏昏欲睡。尤其是秋天，就更困乏了。娘娘，奴去接欣欣放客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啊！树叶在头顶上发出碎碎的响，一切都是那么晴朗漂亮。难不怪佳宁那么喜欢晒太阳，暖洋洋的太阳真的会让人睡得很香。太奶奶，欣欣冷，欣欣饿。稚嫩的哭声回荡在耳边，我自梦中惊醒，这个声音是我的欣欣。我撑起沉重的身体，太奶奶，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！我听见欣欣在哭呢，她说她冷，还说饿，我得赶快去幼慈院接她。您乖乖躺着，要什么我拿就是了。我看了她两眼，刚想说怎么这么眼熟，太奶奶，我哭不哭哦？奇怪，看见她伤心，我怎么会觉得这么心疼？等她哭完，我又迷糊了。刚刚我要去做什么来着？算了，不想了。姑娘，你看起来真眼熟。你和我的欣欣长得可真像，怪不得我看见你就喜欢。太奶奶，我就是您的欣欣啊！骗人！欣欣上学堂了，豆蔻去接她放堂，马上就回来。你已经嫁人了，欣欣才刚上学堂，怎么会是同一个人？我知道了，你也叫欣欣啊，真是巧，和我欣欣一个名儿。是啊，真巧啊！太奶奶，咱们一起来背书。这个小姑娘可真好，可是最近她好像生病了。脸色看着实在好苍白，快快回家养病，不许再待在这里。我不累，我想陪着太奶奶。你在我这里待了好久，你夫君定然也十分想你。他不想走，但在我极力要求之下，还是听话离开。说实话，他不在的日子里，其实我很寂寞。欣欣要上学堂，豆蔻要接欣欣放课，康寿宫里头只有我和小宫女们。我想了想，叫人准备了好多好吃的。说来奇怪，我的记性一向糟糕，可那些小孩的名字和脸，我竟还都对得上。一份份点心从康寿宫里送了出去，桌子上的碟子越来越少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香奴，你帮我给香奴捎个话儿，就说黄奶奶在康寿宫等她，她要是回来了，可千万别忘了来看黄奶奶，黄奶奶想她呢。香奴还没吃上茯苓糕呢。豆蔻去接欣欣放课，我要去门口等他们回家。豆蔻的桂花糕，欣欣的核桃酥。太皇太后，碎了。天都快黑了，豆蔻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想她了。冬至这天早上，我终于想起了小姑娘是谁，原来她真是我的欣欣啊！瞧我这坏记性，连欣欣都忘了，她该多伤心！来人，我要见欣欣！我闹着要见欣欣，等了好久。欣欣，太奶奶，您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太奶奶什么都想起来了。真是抱歉，叫欣欣难过了那么久。欣欣不难过的，太奶奶好，欣欣就好。不要核桃酥，只要太奶奶，要太奶奶的袖子里一直有核桃酥，要太奶奶陪欣欣过年，还要太奶奶长命百岁。不能贪心，欣欣什么都不要了，欣欣只要太奶奶长命百岁。
太奶奶答应欣欣，袖子里会一直有核桃酥，也会陪欣欣过年。太奶奶一定长命百岁。咱们拉钩，骗人是小狗。那就说好了，太奶奶要长命百岁，欣欣也要长命百岁。许是拉了钩，欣欣听话的走了。明日我带阴琛再来看太奶奶。好。太奶奶是小狗，可是欣欣难过了怎么办？太皇太后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该背书了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或许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变得十分清醒，像是在我眼前终年缭绕的大雾终于散开。89岁的冬至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色。小满慢慢写，不着急。陈秀列张。苗姐，千万要记。我第一次默下整篇千字文。颤抖着写下最后一个字后，我缓缓放下笔。我清楚地感知到，那个走了56年的人要回来了。原来你一直都在等我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放下了。是的呢。小满，阿芷，真好啊！我终究是等到了他。小满以为是他等了我56年，可他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他时，他还不是人。今日是小满，以后你就叫小满吧。殷芷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孩子，理所当然，他后来成了太子。他的生母身份卑贱，只是紫宸殿中负责扫洒的粗使宫女，而他只是父亲一次醉酒后留下的结果。父亲觉得他是自己身上的一个污点，但迫于无奈，他仍将这个孩子抱在身边教养。宫里的人以为他年幼不懂，说话时很少避着他。母亲生他那日难产，父亲只想留下孩子。母亲的忌日是冬至，在史书里，他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李氏。他生下了太子，却没有人记得他，但殷芷记得，所以自他懂生后，便再没有过生辰一说。因为他的出生之日，也是母亲离开的时儿。父亲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，按照父亲的设想，他应当成为冷面无情的继承人。只可惜他随了母亲。今日是小满，你便叫小满好不好？小满很乖，天生便亲近他。沉闷的世界终于透出了一道缝隙。他是太子，拥有的东西很多，可他从未真正抓住过什么。捧着小满时，他心里是真的欢喜，但这欢喜只持续了2个月。玩物丧志，不堪造就。圣上，求您放过他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看他了，真的，我不会了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愚蠢懦弱，朕怎会有你这样的太子？多可笑啊！分明是父子，他却不敢哭。小满，若有来生，你千万别再来找我。自此以后，殷芷学会了克制，无论喜怒哀憎，他都不再显露人前。直到宋贵妃难产那夜，他才再次失态。父亲又一次做出了相同的决定。他大约以为殷芷是在害怕那个孩子，可让他恶心的从来不是那个孩子，而是这个冷情薄幸的君王。即使做了帝王，又能有什么意思呢？正元37年冬天，一个炼丹道士发现了皇宫的秘密，为了防止蚁蛀，将人在宫殿中灌入了大量水银。皇室200年的血泪，竟源自如此荒唐的原因。说句大不孝的话，父亲病倒时，他只觉得解脱。后来，殷芷从太子变成了皇帝，群臣逼他广纳妃嫔，以安国本。文臣势大，滇南王也在暗处虎视眈眈。他资质平庸，只能做一个守城之君。他在御花园里遇见了一个小姑娘，她的眼睛竟实在太干净，干净的叫他觉得熟悉。为了堵住群臣的嘴，他必须找一个人来宠爱，那就他吧，看起来实在很好哄。同他聊过之后，他才知道他的心智仍停留在儿童时期。此子有大将之才，父亲一句无意赞扬。
让一个年轻人丢下怀孕妻子，甘愿征战边疆。他以为这是提携玉龙为君死，却不知道皇帝根本不曾放在心上。不过没关系，伤害过小满满的人，他已经替他讨回了公道。前世他因你而死，所以你需还他一个美满的今生。他从未想过小满便是幼时那只白猫。前世智商损了他的灵识，所以今生他始终像个孩子。可他还是回来找他了，懵懵懂懂，不顾一切，这一世仍选择回到他的身边。傻小满，阿芷，不是叫你别回来吗？怎么这样不听话？可他又是那样庆幸他没有听话，自己微不足道的那一点好，小满却牢牢记了2世子。滇南王起兵逼宫，早在朕预料之中。擒住滇南王后，他立即赶往白鹿台。皇上，娘娘雪崩了！他腿一软，几乎无法继续向前，直到看见他睡得香甜，那颗心才终于落回原处。可因只随后想起小满根本没有怀孕，那么娘娘血崩说的只能是佳宁。芷表兄，替我告诉小满一声，我去过好日子了。从今往后，他要替离开的人守住活着的人。后来小满有了圆圆，那一刻真至刻，他忽然觉得需分给他与他的后人。你所得的帝王寿率，用这一颗帝王心换他无病无灾，子孙满堂，让他在他离开之后也仍有人陪伴。100年之后，他还能再看他最后一眼，值得，真的值得。56年后，又是一个冬至。门内站着他等了56年的人，他满脸笑意，朝他奔了过来。小满，小小的圆满。原来真正美满一生的人，其实是他。自己的爹爹和别人的爹爹不一样，尚书和少师会打孩子，但是爹爹不会。别人家的爹爹不抱孩子，可爹爹会抱。圆圆，你做得很好。自己的娘亲和别人的娘亲也不一样。圆圆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小时候我看的最多的就是爹爹教娘亲念书，我又记不得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念一遍。娘亲总说记不住，爹爹总说没关系。后来我慢慢长大，也开始教娘亲念书。我亲眼盯着她改完，还罚她写大字。圆圆，能不能少写一点？不可以，娘亲要自己改完。圆圆，娘亲还小呢，你让她让着点儿。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娘亲，多去看看她。其实不用爹爹说，我也会让着娘亲，不然哪里会只罚她写大字呢？14岁那年，爹爹把玉玺交给了我。圆圆，你天生就适合做皇帝。我不像大爹，也不像娘亲，我有野心，想要开疆拓土。不要怕，爹爹在。只要爹爹在，什么都难不倒我。只要娘亲在，什么苦我都能吃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。无论未来多难，父亲都会继续教他。我以为爹爹永远不会离开。冬至那日，爹爹把娘亲关在了门外。圆圆，你的生母是白佳宁，你的生父是唐明渊。爹爹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不要你，只是人应该晓得自己从哪里来。你永远都是爹爹和娘亲最爱的小孩。有子如此15载，为父一生无悔。爹爹，不要说这样的话。阿芷，你开门好不好？这秋收冬藏下面一句是什么？爹爹，娘亲来了，可爹爹始终不肯让她看最后一眼。阿芷后面是什么呀？润鱼成穗，缕缕调阳。娘亲，您千万要记得。后来，我终于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帝王。述职时，我见到了镇守边关的唐明渊，是他呀，优柔寡断，着情慕曲，这样的人的确配不上生母的喜欢。我与他也只是君臣罢了。每年冬至，我都会想起爹爹。
爹爹走的实在太早了，这么多年，圆圆始终没有学会怎样做一个没有爹爹的小孩。只是幸好娘亲还在，可我与娘亲的缘分也只有35年。然凭此35载，原一生无悔。我终于明白，爹爹为何不肯让娘亲看最后一眼，是不忍，亦是不敢。去告诉你黄奶奶，等她背完千字文，圆圆就回来。爹爹，圆圆来找您了。真好啊！我始终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。星儿，可是做了噩梦？一下两下三响，27状大丧之音，而这般规制，宫中只有我要进宫，我要见太奶奶。星儿，冷静些。太奶奶在等我，她在等我。西边的太安门离太奶奶最近，我们从那边进宫。开门！开门！求求你们开门！太奶奶！吾乃秦王，与咸安郡主夜叩宫门，实乃情急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太奶奶。你且开门，我夫妻2人自会向陛下领罚。这只手明明还和从前一样，泛着温温的热气。太奶奶肯定只是睡着了，把她喊醒就好了。太奶奶，欣欣饿了，欣欣想吃核桃酥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，欣欣冷，欣欣饿，欣欣想吃核桃酥了，欣欣饿了，太奶奶，太奶奶，核桃酥，太奶奶。长欣从小温柔乖巧，连哭也只是安安静静的掉眼泪。明明今日上午，太奶奶还让我来康寿宫吃核桃酥，不过才7个时辰，我便再也吃不到太奶奶的核桃酥了。她也再不会醒来，搂着我叫一声欣欣。欣欣的核桃酥，太奶奶您忘了，您忘了欣欣的核桃酥。太奶奶最后一次哄了她的小姑娘，是告别，也是永诀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！那个坏小子要是欺负你，欣欣就来找太奶奶告状。他要是还敢来康寿宫，太奶奶就拿拐杖揍他，给我的欣欣出气。以后欣欣有了小娃娃，太奶奶要给她做小衣裳。我的小娃娃还没有来，可太奶奶却走了，胸口像破开了一个大洞，心里下起无边无际的大雪。明明说好要陪欣欣过年的，太奶奶，我们说好的长命100岁，您还欠了欣欣整整11年。真好啊，我终究是等到了他。小满，小小的圆满。